瑞士也想要加入北约了。当全世界都在猜测乌俄战争何时收场时，200年没打过仗的瑞士突然爆了一个大瓜。瑞士武装部队的大当家参谋长托马斯·苏斯利在接受《新苏黎世报》采访时表示，俄罗斯正准备和整个欧洲对抗。更绝望的是，在苏斯利的口中，瑞士的中立已经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，这是要放弃中立，准备加入北约。如果瑞士这样做，对局势有什么影响？俄罗斯又是什么反应？根据欧洲各大情报机构的汇总评估，俄罗斯现在的状态很不正常，不仅在乌克兰打消耗战，更像是在借着这场仗练兵和扩产。苏斯利指出，莫斯科的野心早就跳出了乌克兰的国界线。欧洲防务界普遍认为，到2028年，俄罗斯的军事机器将完成彻底的现代化升级。我们先来看数据，2025年，俄罗斯已经完成了40.3万人的招募计划，2026年还要再招40.9万。虽然前线伤亡很大，但毕竟人多，耗材也多，还能顶一顶。加上帧数、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，威胁还是挺大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苏斯利开始质疑瑞士人的祖传信仰中立。瑞士的中立地位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定下的，躲过了2次世界大战，成了瑞士人的精神图腾。但苏斯利说了句大实话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立能自动提供保护，这在历史上就是错误的。中立只有在你能用武器保护它时才有价值。翻译一下，如果你的拳头不够硬，所谓的中立其实就是给侵略者留了一条不设防走廊。特别是在现在的混合战争时代，俄罗斯的远程导弹、网络攻击可不管你是不是中立国。按照苏斯利的说法，瑞士要的是武装中立，那瑞士现在的武库里还有多少存货？能不能抵挡俄军的进攻？在和平环境下待得太久，瑞士已经有点肌无力了。冷战时期，瑞士这个阿尔卑斯要塞能动员60万人，现在呢，算上预备役也才14万人。更尴尬的是，苏斯利亲口承认的，在紧急情况下，全军只有约1/3的士兵能拿到完整的现代化个人装备，剩下那2/3，难道要靠阿尔卑斯山的情怀去战斗吗？士兵少就算了，预算也低得离谱。瑞士的国防开支仅占 GDP 的 0.7%， 这在欧洲是什么水平？妥妥的垫底。北约的门槛是 2%， 波兰都快冲到 5% 了。苏斯利算了一笔账，按现在这个攒钱速度，瑞士要到2050年才能做好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准备。可欧洲给的时间表是2028年，这中间差了整整22年，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。即使花钱买装备，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为了补天上的窟窿，瑞士启动了艾尔2030计划，砸钱买美国的 F-35A 和爱国者防空系统。结果呢，因为通货膨胀和跟美国的合同纠纷， F-35A 还没飞过来，预算就先爆了。本来想要更多，现在可能得削减数量。火力军只能说，单凭瑞士自己想抵挡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和饱和打击，稍微有点难。既然自己打不过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大哥。于是，关于瑞士加入北约的讨论，在2025年达到了白热化。就火力军来说，瑞士现在的状态就是，虽然没领证，但已经住到北约家里去了。瑞士现在的策略叫做协同中立，我不正式加入北约，不承担那个第5条义务，但我得在技术、训练、标准上跟北约完全对接。2025年12月，瑞士签了一个叫 ITPP 的协议，说白了就是瑞士军队的北约化改造指南。瑞士开始参加北约的大型演习，加入北约的科技组织，甚至加入了欧洲天盾计划。这标志着瑞士已经打破了过去那种防空孤岛的状态，把自家的防空雷达并进了欧洲的大网里。说实话，火力军觉得瑞士这样做也无可厚非，这是全欧洲的一个缩影。后冷战时代的和平红利已经吃完了。过去200年，瑞士的中立之所以能维持，是因为欧洲大国之间需要一个缓冲垫，需要一个洗钱和喝咖啡的地方。但现在俄罗斯已经掀了桌子，要重新划分地缘界限。在你死我活的硬核对抗面前，中间地带正在迅速消失。毕竟在战争的阴云面前，中立只是盾牌上的油漆，实打实的军事或操作性才是那块真正的钢板。苏斯利的警告非常清醒，中立不再是盾牌，真正的盾牌只能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。如果瑞士继续抱着那点 0.7% 的军费预算，继续让2/3的士兵没有装备，那他追求的就不是中立，而是自杀。瑞士需要在2028年那个风险窗口到来前，把自己武装成一只硬壳豪猪。瑞士这操作，俄罗斯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。在莫斯科看来，瑞士已经不再是那个调解人了。拉夫罗夫早就放话，瑞士已经被列入了不友好国家名单。面对俄罗斯的威胁，在2026年，瑞士会不会加入北约，凭借北约第5条例保卫自己？瑞士想要加入北约，需要解决一个问题：民意。在瑞士，加入这种军事联盟得全民公投。目前支持加强合作的人超过一半，大约为53%。
但真正支持完全加入北约的只有32%。再加上瑞士国内的保守派政党在那儿拼命喊中立就是主权，政府现在只能走准盟友路线。出现这种情况无可厚非，瑞士已经保持200多年的中立，贸然放弃的确有一定的问题。第一点就是日内瓦的坍塌。以前俄罗斯和美欧有什么事儿都喜欢去日内瓦谈，现在俄罗斯说了，既然瑞士成了北约的马前卒，那日内瓦就不配当中立地，咱们以后去迪拜谈，去新加坡谈，这对瑞士的国际地位是致命打击。第二，混合战争的疯狂报复。老俄虽然不会派坦克翻过阿尔卑斯山，但在网络空间，瑞士的银行系统、电力网络早就成了目标，更别提间谍渗透了。据披露，瑞士境内现在住着80多个跟老俄情报机构有关的人，这就是几十个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。不过对北约来说，瑞士加入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瑞士就像是欧洲腹地的一个补丁，它一旦开放领空和铁路隧道，北约的部队从德国去意大利就不再需要绕路，机动效率直接起飞。总的来说，不管是 F35A 还是爱国者，不管是跟北约合练还是改法律，瑞士的动作必须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在这个2025年的冬天，阿尔卑斯山上的雪虽然还是白的，但风里吹来的已经全部是硝烟的味道了。在多极化和地缘政治大动荡的今天，和平不再是靠签几份协议就能维持的，而是建立在厚实的雷区、先进的战斗机以及背后的集体防卫之上。对于瑞士而言，2026年的中立倡议公投将是最后的灵魂大考，是要怀旧的情怀重返那个无法自保的孤岛，还是咬牙放下面子，通过深度整合入欧洲安全框架来换取长期生存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瑞士会不会加入北约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